大家好，我是张大哥。今天大哥要来测试了这颗4缸分油盘，宾士 M102引擎的4缸分油盘。看起来外观并没有什么特殊，跟我们一般的 M102的4缸分油盘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它这颗是来自香港的 G Car， 应该讲是230 G1 的车子上面拆下来的。那从香港那边寄过来给大哥做整修。那我们来做一次还没有整修之前的测试。目前这颗分油盘是大哥已经有整理过，有清洗外表清洗过了，所以看起来很干净。那它的这个插压阀呢，也是它原来附上去的插压阀。那这个油压调整器呢，也是它原车附过来的油压调整器。我们来做一次它的流量测试。以大哥的经验，230 G1 的这颗4缸分油盘，它的出油量应该在大哥的机铁上面，应该在150到170，甚至应该到170，它持有量比较够。好，那我们来做一次这颗分油盘的未整修之前的流量测试。这颗分油盘的编号是96719。好，我们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好，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这颗分油盘在大哥的机台上面，如果230 G1 的话，应该1分钟的全油门应该在170，170左右，照标准应该在150、160就够了。但是以大哥上次的经验，上次的另外一部香港来的像230 G1，它的出油量应该在170才够的。那我们都知道香港的 G Car 非常的多，那台湾的 G Car 230 G1 的话，大哥目前还没有碰到，应该有但是不晓得流落何方这个出油量感觉上好像时间到了。关掉电源，关掉电视器。这颗出油量严重的不足啊！几乎出油量只到大哥要求的170的一半多一点。第一缸是100，第一缸是100，第二缸100，第三缸90，第四缸100。很明显的出油量跟大哥所要求的170，哇，都已经差了快应该40%左右了。所以说，这会造成这部车子以大哥判断应该是，吹油门很吃力，会吃不到油，可能退油门还会放炮。好，那等大哥把这颗编号96719的4缸分油盘230 G1 的分油盘整修完，我们再来做一次流量测试。大家好，我是张大哥。香港的这一颗宾士230 G1 的分油盘编号是96719。大哥已经完修了，已经调整到我们所希望的全油门大概在170上下。那它原先在故障的时候是未整修之前，它堵塞所造成的出油量大概在90跟100。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完修的流量测试。那目前大哥接的是香港那边付过来这部车子的喷油嘴有4支，
那我接上的是这4支它原车附过来的喷油嘴，但是有2支呢有堵塞，所以大哥有做清洗。我们来看一下，大哥有做清洗的，我有做它流量的数据，这颗应该是在看不太清楚，应该在190好像是190这其中有2支是经过大哥请厂商清洗过之后那我们接上它原车的油压调整器原车的插压阀，还有它原车准备要装的4支喷油嘴，那我们来做一个流量测试。那这样子所做出来的数据才是最完整、最客观的，也不会说有其他因素所影响。我们所常常碰到的就是这个地方回油管。油压调整器的回油管呢，常常会堵塞。那记得，如果要感觉上汽油帮补的问题的话，这个地方接一条油管，然后接到筒子，引擎发动，1分钟一定要2公升以上。如果2公升以下的话，那这个整个分油盘的供油量就不足了。那分油盘也没有办法达到它应有的出油量了。OK， 我们现在来做这颗编号96719的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大哥打开电源，好，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开始。在大哥的机台，这部230GE的出油量1分钟应该在170左右。我们来看看它这次大哥所整修之后它的出油量的数据。那我现在接的是它原车准备要装的4支喷油嘴我没有看到它胶套都还在上面。因为这样子的话，避免产生有不可知的因素所造成这个干扰。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出油量大概在160那160，我们来看一下，第1缸160，第2缸165，第3缸155，第4缸160。那比大哥原先所要求的170，已经很接近了。那这颗分油盘的出油量应该在150到170，但是应该接近在170左右。那目前我们看到的出油量误差，厂方要求是15%，那这个的误差应该在3%以内了，算成绩非常优秀。那这个160的出油量也绝对足够。这个230GE的标准接着我们来做这颗宾士230GE的4缸分油盘，编号96719。我们来看一下96719的第2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我们现在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我们刚刚有看到，大哥要求的230G 的出油量应该在接近170，那我们在全油门测出来是160，那为什么一定刚刚大哥讲的170，那是一个参考值，怎么讲呢？也就是说，这一颗 M102的喷油盘，它出油量绝对要在150以上。那150到170是它最理想的一个范围。那因为我们的车子有含氧感知器 O2，
它会来修正，透过电脑来修正这2点的电压，产生它的供能量的改变。也就是说，又在 O2 含氧感知器在执行侦测我们排气管的含氧量。如果含氧量高的话，表示说燃烧不完全，它就会讯号给 ECU， 然后来修正拆压阀的压力差，来执行要增加系统油量还是减少系统油量的这个做这个样的一个功能。那170跟150之间，如果说高于170或是低于150的话，那这个它系统的供能量会过多或过少的时候呢 ，O2 所检知到的讯号含氧量过多过少，并没有办法来透过它来调整，因为它所能够调整的范围这个 range 非常的小。如果高太多或油量系统的供油高太多，或是低太多的时候，它所调整的范围已经没有办法修正正确的出油量了，因为它的范围非常的小。所以大哥刚刚讲说，应该在机台上面应该在150到170之间的道理是这样子，也就是说在150到170之间，它 O2 感觉到系统因为车子的状况含氧量多或少的时候，它会去作为出油量的修正。那150到170是它能够调整的这个范围。如果高于170，那系统供用太多，O2 检知到了讯号，透过 ECU 来修正拆压阀，已经没有办法把油量降低了。所以说，刚刚我们测出来160大哥让它放行的理由，就是说它已经在一个中间值，是很理想的。如假设因为车子本身引擎的状况需要油多需要油少 ，O2 它会去做修正。我们给它一个合理的范围，让它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再来，香港那边他也有提供给我一个他这部车子的，我们来看到这部车的这个是它的怠速马达，大哥检测也是 OK 的所以说我们希望在大哥的机台上面所测的是它原车所应有的这些配件这些主要的这些配件都要来，那这样的话，我们所做出来的范围，做出来的标准才是应该是最客观的免得因为有外来的我们未测过的这个组件，那造成我们整个系统的这个差异在不能够掌控的范围目前呢，因为我们这个测试的时间相当长，长达10分钟，所以这段测试影片大哥可能会分成2个部分那等时间接近的时候，我们再来回头看它的这个测试结果。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颗编号96719的4缸分油盘的第2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好，时间到了，关闭电源，关闭电视器。我们来看第1缸的出油量在180，第2缸175，第3缸170，第4缸180。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的误差范围。我们这次的测试误差应该在3%左右，成绩是符合厂方的要求，非常优秀。这颗喷油盘的测试，完全符合厂方的要求。那我们来看一下，因为这次香港这边，他付过来的，除了喷油盘以外，他把底座都付过来，然后我们来看到，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更换的零件，就是，
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就是空气流量感知器，它在检知我们这个侧流板的这个高度，它的位移量。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来看一下，它这个地方它磨损的地方是在这个位置我们来看，这个位置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有白白的这地方白白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因为有。来这样看看，应该比较清楚。有看到下面一条横杠的地方，中间有磨损，已经就见到铜箔底部了那所以这个就必须要更换位置我看不太清楚，大概在这个位置像大概这个位置，这边应该是全黑的卡泵，但这辆已经磨损了，因为这个是怠速点所在的位置，所以它滑动的几率特别多。那这个是需要调整的。那它原来有附过来这一颗300G1 的 G 卡的分油盘，大哥其实已经整修过了，但是因为它回装到香港回装之后，因为油箱的污染使得它这个分油盘它也受到了污染。那大哥这次并不需要整修，因为它的污染的这个程度不是很严重，所以大哥呢。就在机台上面做高压清洗就已经把这个分油盘已经处理好了，我们也不需要再花费这个时间跟这个材料钱所以大哥这边都有在做他测试的这个时间因为大哥要对这个分油盘负责。那300G 的喷油嘴是细牙的，我们看到这是细牙的。那跟我们一般粗牙的粗牙的是长这个样子粗牙的在这里，那细牙的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如果一比较就看得出来了粗细粗细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喷油嘴是被污染的，因为细牙的这个喷油嘴，它的喷头很容易很脆弱。那有3只有问题了，喷油盘 OK， 那喷油嘴的话有2只需要做清洗，另外1只已经故障了，堵死了，所以说2只是清洗，另外1只就必须要换新了借由这个机会因为这一次要送回去香港的，就大概就是这些东西。那我顺便跟保养厂那边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好，那今天我们的测试就到此结束了如果我再提醒一遍，就是说我们这个分油盘回装到车上，第一个动作先把怠速混合比先调出来之后呢，稳定了，然后确定怠速马达是有在正确工作那接着呢，我们就开始调整这个1、2 pin 上下1、2 pin 的这个终点电压，就是给ECU 的参考的怠速点的终点的电压之后呢，这部车子就算调整完成了。那当然很重要的这个地方它的汽油的回油量1分钟一定要在2公升以上，状况好了应该在2.5到3公升，2公升以下，那表示说油箱流出来的油可能都堵住了，要不然就是汽油泵浦马力不足了，应该更换的今天大哥的报告就到此结束了，拜拜。